大家好，我是曹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直播啊！又是一周过去了，这一周啊，真的发生很多事情啊，所以说啊，我们这珍惜每一天的运动吧。我就觉得很多事情啊，真的是很难说，好吧？来，首先呢，我们要说一下哈，那个地震的问题啊，很多人担心说那个老师，你上次说地震，结果一直地震，那现在是不是该震的震了？哎，那个是不是都结束了？我还是讲还没有，好不好？虽然我上次讲完之后，那又来一个强震。那以现在来讲呢，其实震还没有震完，还要再震，而且那个刚震完了，声音是小的，现在声音又非常大了，那个震共鸣的声音啊，那让我的耳朵快要真的是已经，你在说我怎么会习惯这种声音呢？有时候你对吧？没有注意的时候你就没有注意，但是你一旦讲说有这件事情的时候啊，那个耳朵声音啊其实是蛮尖锐的，所以说各位你还是要保护好你自己的产业啊，像老师这种无产阶级的可能就算了，对不对？房子倒了房东的嘛，是不是？不是我的。但是呢，你自己如果有产业的，你真的是要注意一下那个地震险，你还是买一下，好不好？有些时候就是这样，那你没有买，你就容易出事；你买了，通常就不找你了，对不对？就跟保险一样。这老师啊，做保险做过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从业务员来干到经理啊，就是我还蛮努力的，说真的。哦，就通常是这样，你买保险呢，都买了都没事，然后有人买了10年了，就觉得啊没用到，不想再缴剩下10年或15年的保费了，然后呢我就停了，停了他妈立刻就出事，对不对？这我自己的亲人也是一样，对不对？我老舅也是这样，真的，他就觉得啊现在失业了，他硬要去停他医疗险，我说医疗险你不要停，你全部都把它停掉没有关系，就是医疗险不要停，对不对？尤其是重大疾病险、癌症险不要停，那他就坚持要停，肯定要停，我劝3次还是要停，停了之后隔1个月。我舅妈就生了癌症，对不对？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你知道吗？有时候就是你保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因果不会找到你，你在弃保了，那个有时候就这个问题，你知道吗？所以说啊，保险这个东西还是很重要的啊，不是老师一直在卖保险，你找我买保险我也不卖你，我现在没有，我现在也不在做这一行，但是我跟你讲，那保险真的是很重要。不要去小看保险，好吧？啊，无论是你中国的医保，你最基础的医保啊，或者是你商业保险，那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现在这个天灾还没有结束啊，所以说我们首先要讲的一些事情啊，当然就是我们的那个消灾什么叫什么呢？哦，那个这个解冤亲的这个法会啊，在8月26号举办，剩10天。我们24号啊，我们就要停止报名了哈。那个还没报名的报一报，就是现在报名都很简单了，我相信各位都没有什么问题。那这个小问题，那最主要问题是什么呢？跟各位去报告一下啊，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这个声音现象啊，我们在 WMO 啊通报的厄尔尼诺现象，就是声音现象啊。未来几个月啊，可能会变成强厄尔尼诺事件，也就是它变成一个超强的声音现象。哦，这可能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持续到2027年的年初概率啊，是高达90%的。哎，各位，那个算命也会算命啊，会懂星象，有这样子的好处啊。因为我记得我是好像4、5月跟各位讲的嘛，好像就有这个声音现象状况会产生。所以是说啊，那后来当时科学界比较谨慎啊，不像我这算命的满嘴跑火车哦，他们要有证据才能讲，是不是？那你扣除那个时间过后，现在的确是厄尔尼诺，然后这个会变成强厄尔尼诺事件，所以它其实到明年年初都还有这个问题。而我们看到2027年我们的流年走乱，就跟你讲上半年。好，上半年是不缺水的，意思就是这个雨会一直下到上半年嘛，对不对？那个水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所以各位你不要去小看这个厄尔尼诺事件啊。所以说，在7月的 FAO 的食品价格指数啊，从131啊，哦，那会一直在这个地方去维持，它会成为2023年1月以来的最高点。哦，所以说它的这个食品价格会变比较高，粮食会变成一个很紧俏的商品。粮食很紧俏，我们还是要讲一句话：全世界放眼到我们现在整个地球，甚至过去几千年以来的地球，粮食从来是不缺乏的。这个各位去理解这件事情，我们有很多的饥荒，有很多的旱灾、水灾，几千年下来，人类其实是不缺乏吃的啊，吃的你一定是有的啊，不会有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只是有些地方它产的比较多，有些地方干旱它就产的比较少，那样才会有饥荒的状况。而现在我们的物流发达这么好了，我们交通工具这么先进了，对不对？你甚至是你绕地球一圈，你都可以去找到粮食的状况，怎么还是会有人会有那个粮食很短缺的问题呢？就是粮商啊，资本的市场啊，把它控制起来了。所以是说啊，我们的吃的东西变贵了，那么我们的钱就只能花出去了，那他们就可以赚到很多钱。这是不是对的？其实我们不要说是不是对的，你要奉行资本主义，你就是会有这样的结果。
好吧？资本主义什么都可以说它好，我不是说资本主义不好啊，是不是？资本主义造就我们科技发达，这个也是毋庸置疑的，对不对？我们所有的一些金融的一些环境，那还有我们的一些科技发达，还有交通便利，还有这种东西都跟钱是有关系的，说钱跟资本就是有关系，对不对？所以资本为了赚钱，他会想办法研发更新的，让我们更便利，让我们掏钱出去。但是也有很多的大资本家，他觉得太慢了，我直接从你饭碗里面挖饭来吃不就好了吗？所以说资本这个东西啊，你不能说它是坏，就是说你有没有人去监督这个资本的运作？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这个资本就可以变成小民百姓的脖子上的那一根锁链。各位去记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世界上不缺粮食，说不要说老师叫你准备3个月干粮，然后好像会饥荒，不是这个意思，是它涨价的速度很快，你买东西你会负担更大的压力。所以我跟你讲，3个月，你3个月米放的真空包不会坏嘛？对不对？面粉也不会坏，泡面也不会坏，很多罐头食品它放3年都没问题，不要说3个月了，是不是？所以你先准备，你慢慢吃有什么问题呢？没有问题啊，对不对？我自己家里也准备很多的粮食啊，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各位要去理解哈，你不用种菜没要紧，但是你基本上干粮要保持住，因为为了2尼诺事件，它会让粮食的价格还有个百货的价格就往上。为什么粮食的价格高涨，其他就会涨了？因为卖东西的人要吃饭嘛，那卖东西的人要吃饭，那你是不是价格就要涨了？你百工百业就得涨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事情这个很重要，不要小看，是说这个所谓的能源问题跟粮食问题还有气候问题，它绑在一起的时候啊，就是资本家发大财的时候，好吧？发资本家我们不是嘛，对不对？你不说老师我也算资本家，我在玩股票，所以说我是资本家，吃你个大头鬼！你没有来个100亿，你不要跟我讲你是资本家，好吧？真的资本家那个是很高大资本家，你没有100亿的流动资金啊，你不要管你是资本家，对不对？你说华伦巴菲特，他随便来一个几千亿，他可以调动的资金，就是他可以调动几千亿的资金，他身上流水资金也有100-200亿美元。你跟我讲他是资本家，我当然是没话讲，好吧？我不挑你的理。但是你说你自己拿个几千万你是资本家，那我觉得你对资本家这3个字啊，实在是不是非常理解。你要看这世界上有很多的资本家，哦，他们自己的流动现金是不够的。比如说来说吧，伊隆马斯克他是不是曾经当过世界首富造园俱乐部的成员第一个？但是你要知道，他大部分的资金流动资金啊，可能才不到100亿美元。其他东西它上千亿的资产，那是因为它是有所谓的股票、期权，还有等等之类的房地产啊，之后各种估值加进去，它有这么高的身价。但它自己流动的基金可能就100-200亿，可能就差不多就这样子了，也是很多了。对，它也是很多，没错，它可以买下一个国家都没有问题的。所以你要去明白它整个那个螺丝在这个地方，好吗？所以这个气候的问题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川老爷子啊，他就说怎么了？霍尔木兹海峡就是他自己的。霍尔木兹海峡为什么是他自己的？因为他实在是找不到处理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伊朗他实在是不怕打，你怎么讲他都不把头缩回去。为什么呢？因为伊朗他现在能够找到对抗美国的武器，那么他现在就没有必要立即性的投降。各位去理解老师的意思，没有立即性要投降。我们举个历史上的一个案例好了。你如果说你要去让一个国家彻底臣服，你就必须怎么兵冠神速、风林火山，对不对？你要能够去侵略的时候，那个如火，你要整个把它打到垮为止，你不能要打不打的状况。举例来讲，就是什么呢？过去我们成吉思汗啊，铁木真成吉思汗，他要去打这个一个算是伊朗吧，算伊朗波斯那边嘛，对不对？打伊朗的时候，他打到玉龙节赤城。对，打到玉龙节赤城啊，这是他们那时候的古都玉龙节赤。玉龙节赤啊，你要去打的时候啊，他派他儿子哦朱赤，还有他的摄窝阔台，还有察合台哦3个儿子去打，对不对？3个儿子去打，然后呢打不下来，为什么？因为远道而来，他从蒙古率大军把路上拼凑出来的杂牌军，是不是？你一直往前去攻，但是呢，你希望达到目的，但是呢，你又没有迅速的去作战的时候，你就产生了一个迟滞的作业，就变成是说你出去打的士兵，你会每天不断的消耗，但是呢，对方绝不投降，因为玉龙节赤城里面有100万的百姓，对不对？所以说你没办法一次把它吃掉，你又没有这个决心，也没有这个毅力要去把它全部把它毁灭掉，所以说你就变成拖，到最后成吉思汗发怒了，叫窝阔台一次把他的整个士兵啊全部压上去。哦，那不计代价的才把玉龙节赤城给占领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你远道而来的士兵，你是经不起折腾的。就说你现在问题就是在于说，你现在一样去打这个花剌子模，也是一样去打这个伊朗，
打这个波斯，打这个伊朗，对，同样的国家，但是你美国现在去打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做到成吉思汗那一点的魄力。为什么？因为你要完完全全的去把人家横扫一遍，去血洗人家的这个整个伊朗的话，第一个你没有这么多的弹药，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弹药可能只剩下几千枚的导弹，所以说你现在去打他，基本上你是不够的，因为伊朗太大了。这个国家太大了，你怎么打你都没办法像打越战一样啊，每一寸的地方都把你火力覆盖。越战为什么那个时候美国可以把越战整个火力覆盖，而且还打输？也就是因为越战它本身越南的土地是比较狭小的，所以是说他用烧夷弹呐，或用什么陈弹呐等等之类的，你一直整个用耕田式的东西，你把整个战场离一遍。但是越南人他身体比较矮小一点，你要离我这个整个土地上面的一个建筑，那么我就躲在地下，对不对？你躲在地下你就打不到，说他们有坑道战，说你这样远道而来，但是你一次没办法把别人吃掉，两次没办法把人家吃掉，越战打了这么多年都吃不掉，那美国只能怎么样？只能撤军，成为他这个整个战争史上面最荒诞的一幕。那打了韩战也是一样，对，你打了韩战，你跑去跟中国人民解放军去跟他硬干，干也干不赢。怎么办呢？你就只能不断的消耗你的士兵，去跟中国解放军去换人头。但是人家10个换你1个，人家会赢啊，因为人家人多呀。说白了，这很残酷是没有错。对，其实先烈去打这个韩战是很辛苦是没有错，真的是很可歌可泣，这是没有错。但是架不住的中国人就多啊，血性汉子多啊，侵略者跟保卫家园的人你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会懂老师意思吧？有人说啊，老师那韩战你就讲的不对了，那韩战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呢？因为韩战你等于像现在的乌克兰要加入北约是一样的，你把炮火架在别人边境，那么以后别人还要怎么睡觉呢？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所以很多的台湾或是一些内地的一些新生代不知道，你这打这个韩战是什么意思呢？韩战呢就是为了保护什么中间的缓冲地带，不让整个韩国全境都驻满美军。那么这样子，韩国会完完全全这个韩国半岛这个朝鲜半岛会完完全全被美国的附属地。但是美国附属地会不会比较好？也不一定比较好。你看现在的日本就知道，也没有比较好，想干什么也干不起来，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就没有办法去跟他换人头。所以说，你现在的花剌子模，过去的花剌子模，现在的伊朗，你是打他打赢，基本上的概率是不能够说有这个机会了，因为你的本身弹药不够，那么你就只能跟他耗。说到现在，你这特朗普他要期中选举了，因为现在已经8月了，对不对？你再过2个月，你要期中选2个半月，你要期中选举了。你要期中选举之前，你要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战争结束呢？我告诉你，就算此时此刻战争结束，撤军都要时间。你撤军没有个把个月，你撤得完吗？你撤不完，对不对？那你撤不完，你要怎么去打？那个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所以各位去理解，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东西就变成川普的一块一个狗皮药膏。那他只能说，霍尔木兹海峡事实是美国的领土，但他讲出来，全世界包含安理会，包含欧洲有没有人回应他？包含美国自己有没有人回应他？没有，对不对？没有，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他妈吹牛。霍尔木兹海峡怎么样？无论如何，它可能变成了其他国家的，哪怕变成以色列的，都不可能是美国的。就这个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个事情，因为你千里之外你怎么去管它？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伊朗也不可能让你管，所以你讲这件事情，别人只能说你在那边吹牛。而一个国军如果已经闹到是说他今天乱讲话，别人也知道他乱讲话的时候，那么以后他说的任何一件事情，别人都当他乱讲话，别人就当他在吹牛。包含什么这些事情呢？这次老师有看到他在美国做一些演讲啊，应该做什么呢？跟他的一些支持者做一些演讲，演讲到后面鸦雀无声。什么样鸦雀无声呢？我们的伟大的川统领他就说，现在呢，我们打伊朗是大获成功了，是不是？我们把霍尔木兹海峡变成自己的美国领土啊！现在你们油价增加你们就忍着点吧，怎么忍着点呢？你每1公升增加1 gallon这是1加仑你这多4块钱美元1加仑的油你要付出这你要付出的，因为我们在为全世界安定、全世界的平安，还有全世界的一个能源自由，我们在做努力这个在网络上可以找到，不是说老师在吹的那个不是声伪辩仗，那是特朗普自己讲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是说大家讲完之后呢，大家没办法鼓掌，也没办法讲耶 Trump 没办法。为什么？因为1 gallon 4美元的往上涨，你叫我怎么过呢？我1个小时可能半个小时的钱，就因为你的想要去别人的这个努力，然后呢，我钱就没有，而且你加油，你也不可能加我一加仑而已嘛，对不对？所以无论如何，这些钱都从老百姓身上去盘剥出来的。那么这样特朗普你要粉饰这个太平，不可能，更别说他还想到2028要继续选，几乎是 impossible。
就是1/1000的机会成功机会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你挡住了后面的上进之路，别人不会原谅你的。这个体制不一样。你说习近平不是第3任吗？对，你一个体制一样嘛，那不一样好吗？那完全体制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美国对伊朗在打5个月啦，这个德黑兰还是没有让步哦。所以说你说他是不是他军火不行？不是，是他本身的一个续战能力是有问题的啊。比如说现在对伊朗作战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呢，已经不足1700枚啊。那所以说呢，那个五角大楼啊，在8月11号的时候啊，就希望把导弹有10倍的扩产哦，就让它这个整个产线扩张10倍。你扩展10倍，你是不是有10倍的产量？这个绝对可以这么讲，但是能不能做得到，这是一个问号。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战争能不能够拖到你整个军火商它的产线可以建完之后，生产交付到你的时候，你可能已经1年半到2年过去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有工厂的产线不是把机器插电，然后开关开始然后就可以做东西，没有。你包含了机械的机台，你那些所有的精密设备，你得购买、安装，还要得调试。调试就是说你要把它那个精度什么都要把它调好，那你需要时间，是不是？你还有足够的工人啊？工人怎么样去处理这些的所有的机具，还有流水线，还有各种东西、土地各个方面的问题，你都要去处理好。但是问题在这里了，对不对？问题就是你扩张了10倍的产线，你1年半之后，假设给你扩张10倍了。那1年半之后，如果没有战争呢？战争都结束了呢？战争如果结束，请问你这10倍的产量你要交给谁？全部造出来放仓库吗？那美国的经济受得了吗？美国自己的预算能够编得出来吗？10倍啊！你要10倍的产量，那么你是不是要有10倍的预算？美国还有10倍的预算可以去做吗？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了。美国再急，但是呢，他也只能讲，但这件事情毕竟是资本化的国家，他做不到。因为你没有10倍的军事预算，当然不要说全部的军事预算的10倍啊，你就光导弹这件事情，1000亿变成2000亿，那你够你喝一壶了，你的预算就可能编不出来了。所以你整个状况之下就变成是说，你要击败伊朗很难。所以说，川普啊在昨天啊才会扬言，如果击败伊朗啊，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这种通道这权利的逻辑啊，基本上你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伊朗不会被击败。因为人家就是等你来好整以暇，我就吃了那些猪狗不如的东西，我就给你耗，你耗得了多久，我耗得了多久，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懂老师意思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在以色列的部分它还是进行，比如说8月5号吧，上周吧，8月5号以色列在罗马和谈时期就继续打黎巴嫩南部，是不是？那以色列能不能说在这个地方去配合美国去停战呢？当然是不行的，因为我们前2周有说到。美国啊，他想是说让哈马斯这个解除武装，然后他自己慢慢撤军。当时老师跟各位讲，不可能，哈马斯不会解除武装，以色列也不可能撤军。所以隔不到1个月啊，隔不到2个礼拜啊，那个什么，以色列就说，无论如何，哈马斯必须全部解除武装。然后呢，我在考虑撤军，但是现在为止，那以色列是不可能撤军的。他吃到嘴边的肉，他怎么可能会吐出来呢？而且以色列也去否决了什么？否决了美国15点的和平协议，也就是说，他认为美国没有能力在这场战争中里面去调停。比如说，美国的影响力现在连整个以色列他也不愿意去追寻了。所以以色列它是一个脱缰的野马，它本身如果失去了美国的一个支持，它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它像美国一直拖在这个地方，用它偌大的国力来去支撑以色列它的光荣革命。就是我们最近也看到很多的一些以色列的少数人哦，不是说每个以色列都这样哦。我只是说每一个种族都有激进的人，但是我们不能说每一个以色列都这样。老师也知道有些以色列是非常爱好和平的。我看有些比较激进的以色列的一些，比如说律师啊，或他们政府官员就说，加萨人本来就应该每天以1000人、1万人的状况去死去，因为称他们是人那已经是高估他们了，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死去。这个东西是少数以色列会讲的事情，说激进派哪里都有。你要跟我讲哈马斯激进派，难道以色列里面没有这些激进派吗？他还是有的。我说白了一件事情，好不好？所以昨天8月15号日本投降的纪念日，对不对？日本投给谁？日本投降是投降给盟军。那受降者是我们何应钦将军，我记得是这样，对，投降给我们中华民国，好吗？都不晓得对岸在嗨什么，但是投降给中华民国，我们应该张灯结彩，对不对？我们应该就欢庆这个结束这个对日抗战的时期。结果呢，我们台湾静悄悄的，我们中华民国静悄悄的，真是奇怪。对岸的大张锣鼓，是不是？那也是奇怪。明明我们是受降者，对不对？
对，我们应该赶快叫日本派来这边叫我们阿巴阿巴，对不对？他跟我们投降的嘛，是不是？但是不行，对不对？我们现在的某一些的人啊，把日本当阿巴阿巴，美国当阿呀阿呀，对不对？那个没办法的事情，好不好？我开个玩笑，那个我们是支持党跟支持政府的，好吗？嘿，不要吵我麻烦了哦。就在这个状况之下，哈，伊朗他是没有办法去，是说在现在结束这个战争，以色列也不愿意战争在中东去结束。既然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伊朗的革命卫队他就继续的去消耗美军，把战场变成谈判桌上的筹码。所以说，你关闭赫尔墨兹海峡，其实整个能源问题啊，都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威胁。而这个状况之下，中国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角色呢？其实中国基本上就是只要等着你们玩完，那我就赢了。我还是一句话，中国在整场，包含它边境的巴基斯坦打印度这件事情，我们下礼拜再讲。包含巴基斯坦打印度这件事情呢，对中国来讲，它都不需要去管理。为什么？因为在乱世的时候，你能够安守一方，继续的努力强大。当别人打完之后，你再去捏来赔，你再去整个去渔翁得利，那是最好的一个做法。你就说啊，其他在过去历史上面，比如是说，在朱元璋他跟陈友谅在打的时候，张士诚也是一样渔翁之利，但是后来也是被朱元璋吃掉了。所以中国这样做是行的吗？行，为什么？因为中国不是张士诚，他是什么样？他是一方之霸。整个中国占了全世界20%，现在到28%的工业生产力。就全世界10个里面有100件的工业制品里面有28件是中国制造的。而现在全世界45%的 AI 的算力是由中国出的哦。这个是指外面去买中国算力哦，而不是指中国自己人做自己算力哦，因为中国用自己算是几乎是80%以上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它自己本身有超高的工业的支持度，你只要一个国家它有工业，你就不可能会去衰弱，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俄罗斯之所以为啥会衰弱，那是因为它没有工业，它只有军工产业，它没有本身的工业。美国它为什么现在会衰弱？那是因为美国它把自己工业外移了，说它衰弱了，就懂老师意思吗？包含英国也是一样，它因为没有工业，所以说它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没有什么竞争力，当然它也会衰弱。那德国为什么也衰落比较慢一点？它也还是衰弱，德国还是衰弱了，但是它衰落比较慢一点，而且它是属于欧洲的一个模范生。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德国他妈有工业，你比如说英国也有，法国也有，比重不一样，比重不一样，是不是？你德国它有汽车工艺，你有吗？别人没有嘛，对不对？其实它有的是 Skoda 那些东西，就是比较小众一点的厂牌啊，你跟实际上市场上的一些庄家是比较不一样的。所以说，你这个现在整个状况来看，美国既没有10倍的扩产能力，那以色列也没有打赢哈马斯的实力，因为哈马斯它本身也是不穿鞋的。那你以色列怎么去打？越打以色列越穷。你只看伊朗什么时候等到大家都累了，他一次的打完，那这个事情也就结了。今年大概率都会结，我说还是维持到我们之前的一个预测今年大概率都会结，因为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没力了，中国只要维持下去，那么台湾就可以收回去了。好吧，这个是老师个人的预测，一个算命的嘴巴跑火车，你各位去听听看吧，好吧，就是胡说八道的，好吧，我是胡说八道的，我刚刚喝咖啡喝醉了，好不好？中国现在还已经有完全的实力去收回台湾，他只是等什么时间好，什么时间最自然，他已经完全这个实力没有什么问题的。各位，你要去明白这个整个世界的趋势，不是你有台湾价值，还有你有没有这个志气啊，或者你喊一句什么蓝白都去死，这等等之类就可以结束的事情。现在全世界没有人敢去小看中国的军力，包含美国也是一样。欧洲可以说美国去反托拉斯，他也能够是说，中国你的军力实在不堪一击吗？没有人敢，美国也不敢。那么，请你告诉我，台湾为什么我们勇气这么大？不要紧，我们只要有台湾价值就可以了嘛，对不对？我们的捷运站以后可以洗澡嘛，这个事情应该不会成功的，好吧？好不好？那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去理解整个外部的势力啊，其实它变化是非常大的。那么后面我们等下来看到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好吧？那各位有什么问题？谁在跟我讲话？对，是什么方式？好，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噔噔噔噔噔。好，地球不能住人，成为外太空。外太空其实早就可以住人了其实我跟各位讲了，这个算了，不能讲，这个不能讲，在正式场合我不能讲出来。对，来电闲聊再跟各位讲就好了，好吗？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人口减少，生存空间更大了。再一次世界大战，人就没了，好吧？啥都没了。日本小泉进赛去靖国神社，那不只是包含什么，还包含了那个谁
高市早苗也去了，你不是只有小泉进次郎，高市早苗也去了。所以说呢，这给中国去记录下来了。你要打你的这个牌呀、人家手上站好了，什么时候用而已啊？各位你要去想，这个是额外插花一句，各位你要去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小泉进次郎跟高市早苗去拜靖国神社这个事情，你要去跟俄罗斯一起去看。俄罗斯现在他也要准备他准备在一些北方的岛上面登岸了。所以是说俄罗斯要趁现在这个乱世，趁美国没办法自顾不暇，而且还有所谓的日本现在自己作死的状况之下，整个世界的秩序力是最难受的状况之下，他有可能比中国更激进的去收回北方四岛。他收回北方四岛，日本要不要做反应？他敢打俄罗斯吗？他可能敢打，敢跟中国去呛个下，但是他真的从心里面是害怕俄罗斯的，因为俄罗斯打仗没有在跟你马戏的。你看乌克兰就知道了，人家真的要打，他就直接打了，我没有跟你走外交途径的，因为俄罗斯已经被制裁到这个状况了，没有跟你讲什么外交的惯例的。你今天就是这个领土有争议，我现在就把它收回来，不然你咋地？对，你想咋地你就说吧，你咋地？是不是？那说日本你要跟俄罗斯打，俄罗斯的因出告辞导弹，那是实打实的，可以把你的大日本帝国的梦再一次的叫醒啊！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事情，好吗？所以说你这个拜靖国神社中国可能会生闷气，但是呢，他暗地里准备。但是最可怕是俄罗斯，俄罗斯如果在亚洲开了战场，那么我们台湾准备被接收了，对不对？大家知道。当俄罗斯敢去收北方四岛的时候这个台湾我们面临到什么两岸统一的时间就到了，好吗？这大跨一步的时候就到了，这是往前跨一步大的了，好吗？好，那我个人算命都乱讲话的各位不要当真好吗？支持我们党，支持我们政府，好吗？老师近期的短视频很有意思老师在做一些实验好吧？在做一些实验这个好看，大家这博君一笑不看一看就好吗？那在墨西美队投放原子弹要让日本则在地狱才能够听得到，这个的确也是这样子的确也是这样子的事情。因为好战至金火库区那个他已经用完了，他现在已经用完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军现在如果这么弱，为什么没有人想要去打他？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那其实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有金融霸权，所以你跟美国现在再弱，没有人会想去跟美国打，或是跟美国去直接对板。那是因为美国它还有的是美元美元这个武器。所以美国它不是只有军事实力，它是有金融的武器。这在美国在二战之后他们就立好了规则，他们相信自己没办法靠军事实力去完全去控制整个世界，但是他们可以靠经济实力去掌握这个世界。所以是说这个美国当时在大移民潮这个在二战结束之后他收集了世界各地这些精英专才博士学者对不对？都把它拿到美国去。所以说他们当时研究出来这些制度那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不是开玩笑，那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说到现在他们还可以吃祖宗的饭，原因就在这里。所以现在的美元霸权是不可撼动的，中国也不会撼动。我们上礼拜讲过了，我们不去赘述那是不可撼动的一个事情。既然不可撼动，那么现在要跟美国作对，那也没有意思。的，对不对？你说不要说苏联了，俄罗斯会不会打美国？不会，没有意义，你打也打不赢，对不对？打也打不赢，只有核弹互相毁灭之外，你打也打不赢，因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嘛，两个大国打下去没有什么好下场，自己一定也是输的。所以这只能够让美国自己一直承受的虚弱，他一直承受的虚弱，那么后面另外一个，比如说中国，他就直接的躺着慢慢长大，他就成为世界第一了。中国要赢，那不是因为它的扩张赢，过去在唐朝。这个唐军那配合到唐协军导致到整个红化整个亚洲大陆那个唐朝是整个世界最大的土地国家，对不对？那个时候那是因为他靠的是武力去征服世界，还有包含什么呢？当时唐朝也是用经济去控制世界，当然没有特意用经济控制世界，但是他就没办法，就突然这么有钱了也没办法唐朝就不知道为什么，那我打着我就发财了嘛，对不对？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仗打着他就发财了，对不对？那出去就灭个几国，出去灭个几国，然后打仗的这个灭几个国家，好像跟吃饭一样。就是那收回来之后呢，整个经济贸易就打通了，因为你从这个有关税有一些文书还有要或不要通道那些全都没了，对不对？中国唐朝为什么强大原因在这里，没有所谓的关口了，关口他妈就是我家，你只要阻止我做生意，
阻止我这个商人去做生意，那我就把你打下就可以了嘛，没有什么好说的，打下就对了，打下就是我的，打下就是我去你家，你家就是我家了，是不是？没有什么家的问题了，对不对？就唐朝整个贸易幅度一直远达欧洲，全世界的所以唐朝的铜钱呢，当然世界货币，各位可以去有兴趣可以去了解这方面的历史。但是汉朝就不一样了，汉朝是虽个什么？这个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打完之后就打完了，打完他妈你没把它吞下来，也就没有用。所以说呢，唐朝犯了跟美国一样的错，美国犯了跟唐朝一样的错。打完了呢，打完就打完了，打完不咋地，咋地没咋地就没咋地，对不对？汉朝还是那样的一个篇幅，是不是？所以这个很多事情呢是不一样的一个状况，好吧？台湾喝醉失陷于中就自然了。台湾呢，现在中华民国现在气数已经尽了啦，好吧？这个时代是没有办法了。我们学这个，我算命的嘛，算命就喜欢胡说八道。我就跟各位讲，这个事情有时候就是运啊，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也不是说你要死守那块神主牌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两岸之间啊，其实同属一宗，同属一脉的。说你是跟我讲是说，我们要特别抵抗谁，你可以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前提是你要打得过，或是你让我们自己变好。你不能只靠你说你自己有喊的，然后呢什么事都不做，做出来的跟开玩笑一样。我说白了，某光演习做出来跟开玩笑一样，爆装备自己走路就掉装备，对不对？有很多事情，这个过去我们20几年前在当兵的时候能够发生这个事情吗？我告诉你，这真的是剃头就去待个几个礼拜了，张天堂，对不对？你这几个礼拜不要出来了，是不是？经济能够打吗？还能够打吗？我说真的啦，我不算是一个老军人啦，但是有点年纪也不算老军人。你跟问那些5、6年级的那些老前辈、老学长们，现在的军队能打仗吗？你跟我讲跟解放军打，人家是风华正茂，我们是垂垂老矣，怎么打？怎么打？你跟我说怎么打？我都不知道怎么打了。2028还有选举吗？这个有概率没有？好吧，有概率是没有的，有概率啦。但是我们还是维持推背图的预测。2024年的前5年跟后5年是统一的时间，好吧？因为那个时候是2018年、2019年讲的，所以说2024的前5年跟后5年，我还是这样预测，好吧？维持啊，2028有没有选举呢？我就当他有吧，好吧？那要看对岸同不同意，好吧？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好吗？四起走夜之间呢、不要是说他会不会给你宣战呢？我告诉你，战争啊，兵者诡道也，死生大事，不可不慎也。哦，这个是一个你要打的时候，它就突然就结束了。突然就开始了，不会像俄罗斯打乌克兰这样，俄罗斯打乌克兰，那你还能得到风声。你现在中国要去收台湾，朝发夕至，朝发夕至，那个绝对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乌克兰可以抵抗到现在，原因是因为乌克兰土地之大之广，到一个实在是你不可能去把它覆盖到的地方，是不可能覆盖到的。台湾之小之窄，难道你要逃到中央山脉吗？台湾80%以上的土地是不宜居的土地，不要说80%、70%以上的土地啊。是不宜居的，就是深山老林，而且是你这个是这个陡峭的一个山壁，你是不可能可以居住的，好不好？如果这个山上也可以居住，那么太鲁阁现在都已经开成豪宅了，你知道吗？就是不行。台湾能够住的地方就那么一丁点，不到3成的居住地，其他都不能住人的。你说你真打起来，台湾这几十万好像50-60万平方公里的，哦，你要怎么去打了？你躲不了的，你就只能够被别人抄家进来，然后呢，你也跑不掉，对不对？说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事情，好吧？啊，不说这个哈，我们还继续讲下去哈。那个喝个水。所以说，我们现在讲一个事情还是比较重要的事情，讲欧洲啊。欧洲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一直讲日本，讲的美国，讲的中国，我们讲一下欧洲。欧洲现在各位注意到一件事，欧洲现在是很热，霍尔木兹海峡现在还是什么？还是一个人员是很紧俏的地方。但是欧洲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好解决？那欧洲问题其实它是比较特殊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欧洲啊，各位可以看一下，因为它是有季节性的一个问题，各位就季节性的问题。你说欧洲一直因为它要使用中国的冷气啊，或怎么来去度过这个炎炎夏日，但是各位要去知道，我们已经过了立秋了，我们过立秋已经一段时间，现在要交下一个节气了。所以说，欧洲现在要面临到的是什么？在下周啊，下周理论上啊，它会走向了什么？会走向了一个气温要开始下降的一个状态。那气温如果开始下降，那么它会不会是说让它自己的这个能源需求会去有所解呢？这个是有困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气温如果下降，
的确对于工人的务工啊，因为他们高达40度以上，是不是？比如西欧、西北欧的大范围40度以上，这个真的是非常热的。我上次去四川也已经考过40度的啊，那真的非常热。去旅游还行，但是如果你在工作，那真的是他妈要命的，那是一个很要命的一个事情。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最大的问题不是只有是说它气温凉了，那么他老人家或者是一些生病的人，你可以活下来之外啊，那它的一个电力是不是会下降呢？会啊，但是下降的时间是蛮短暂的。为什么？因为现在8月了，过2个月又到他们的冬天了。哎，不要说立秋到了，过2个月不就是他们冬天了嘛，不正常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说呢，过2、3个月就他们的一个冬天了。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去知道是说，它本身的一个 LNG，就是我们在4年之前我们讲说它要去盖好这个 LNG 的储藏库，就是液化天然气啊，那个不是几个月可以干好的，那得1年半载甚至2年才能干好。结果呢，也的确是如此啊，开战那个乌俄之战开战后2年之后啊，它的一个 LNG 盖好了，所以他们现在有储气量，就是不断的去储存这个 LNG 液态天然气去给他们做使用是有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并不是这么的顺利。为什么呢？因为到8月初为止啊，欧盟的储气容量容积为2009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值，远低于去年的69.24%，是比较低的。因为8月10日欧洲库存的 LNG 天然气只有59%。这是非常低的，过去还有69.24%，现在只有59%，而德国的储气率也低到只有47%，那是历史最低的状态。所以说现在如果你注气的数，就是把它的 LNG 注气注进去的5年均值都低于25%，那么你即使现在去加紧要想办法去把它补充完，在11月1日之前，也就是他们冬天来临之前那一刻，它也只能补充到65%。而且即使说你要把它做的最好，你也只到70%。那这个里面代表什么事情呢？这里面代表是说，它的第一个运输不方便，因为你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运输不方便。第二个，你成本是很高的。各位你要去知道，欧洲它热的接触一般在过去，它顶多只有最长吧，你说1个月的，就像台湾这种亚热带地区的夏季是有的，但是通常是2、3个礼拜1个月算长了。那这一次是整个夏季到今天为止，老师有去查，它还是29度到32度之间，但是下周开始它降到20度降温速度也是很快的那个时候当然可以喘口气我也希望台湾赶快降温，对不对？就有可能今年会比较冷当然，这个后面再讲。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欧洲它现在它的一个 LNG 的那个天然气在8月13日，就是前2天的时候，它一度飙升到62欧元的兆瓦时，也就是说它的金额是历史新高点，就7月的新高点。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它是很难去做出来的。要去知道一件事情 ，LNG 的成本它的成本是美国的8倍，欧洲是美国的成本的8倍，中国的10倍，懂老师意思吗？它为什么补得慢？因为现在补那么高价格，它也补不起。那你后面跌价，你这现在不是溢价，你不就完蛋了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欧洲它没有这个能力，是说让它自己的人员可以行驶无虞。那问题就在第二个地方，如果它现在气补上来，那么过2个月你冬天开始了，那么接下来用的东西不只虽然没有冷气，但是你需要暖气对不对？你现在要叫欧洲人全部去烧柴吗？你要烧你砍树，你在有些的地方是犯法的，你知道吗？不是你想去砍柴就可以去砍柴的，你砍柴也是犯法的，好吗？不是给你随便砍柴，他们有环保依据不是你拿个斧头一压，康就可以砍几个柴回去烧。你有炉子你也不能烧对不对？那不是以前了，是现在你有炉子你也不能烧。所以说它会有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陷阱所以说欧洲现在遇到的不是因为是一个结构陷阱，他们的能源贵。工业已经往外走，而且战略自主喊着他自己是离不开美国。所以说他喊到是说我们要战略自主，但是你得配合美军的行动那你不配合他的话，人家制裁你嘛，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就美国现在的意思就是我不要给你当保安的，除非你给我足够的保费，这合理。但是你要自己发展自己训练一批新的保安来去取代美国的保安行不行呢？美国说不行，好吧，就这么简单。美军做到欧洲的。你要增加到你 GDP 2%给美军的军费不是整体军费不是只有给美军的，你自己也得花那么多钱培养你自己的一个设备。但是你培养设备的话，你当然跟美军买设备嘛。所以说各位懂老师意思吗 ？GDP 2%不是全给美军，但是基本上他会希望你买美军的设备这么简单的事情。
那么既然你要 GDP2%，那你是不是我直接培养自己的军队就行了？当然美国也不同意，你有了爪牙，那你还会听我的嘛？所以说既不能培养自己的军队，而你的预算要提高，就是你得花钱办事，你得提高到你承诺的金额给我。所以说现在欧洲它战略自主能够甩掉吗？是没有办法去甩掉了。所以说现在欧洲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乌俄之战之外，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所以说它的能源成本呢，它几乎都已经可以说是半永久性的上涨。那半永久性是什么呢？就只要那个两个地方你还有战争，那这个是不会结。就是乌俄之战结了，那你这个中东的战场会不会结呢？不知道，它搞不好打个10年，对不对？所以就有这种半永久性的感觉会出现。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它就成本就变高了。那因为它是美国的8倍成本，中国的10倍成本，而且它57%的能源是依赖进口，那么它就怎么样呢？它从2026年3月，它从中东开始有战事以来，欧盟的成员国已经额外去支出超过240亿欧元的经费这你原来的经费之外，更加支到240亿欧元240亿啊！你不是说你全部240亿啊，是你原来的金额上面外加生出240亿欧元的能源进口，而这些账单也没有转化成那些能源的供应，也没有因为你花更多钱，你是要买到更少的东西，它只是一个什么纯粹的财富转移，从欧洲的家庭和企业的口袋把这个钱拿去给这些能源出口国去花了。绕了一圈，他买到了大概率你还是这些国家的油跟它的天然气，包含是俄罗斯的也是一样。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如果你的成本是别人8倍，不是说整个成本能源成本是别人的8倍，对不对？那一个中国的10倍，所以说呢，它的去工业化就会加速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它现在制造业的占比只有14.3%，它目标是可以恢复到20%，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这是他们要去喊的这个事情，对不对？欧盟制造业他们从公元2000年他们希望从17%这样往上走，但是走到后面变成只有14.3%。那他希望在2035年我们不要继续跌下去了，我们一定要什么战略自主，我们一定要什么能源自主，说呢要自主。所以说，过去2000年到24年的时间，我们从17跌到14.3%，但是我们发愤图强，在2035年的时候，我们要拉回20%，比之前千禧年之前更加的强大。但现实上，刚才讲到这一些的所谓能源成本就不可能，因为工业是基于什么2件事：原物料还有能源，这2个东西是它的关键。你说人工成本这还可能可以控，但是原物料跟能源你太贵，你是没有办法的。比如说过去当欧洲、德国那些国家，他们就可以拿到来自于俄罗斯的能源的时候，他们的工业还是有竞争力的。为什么？因为本地是有人才的。所以说，当能源没有那么贵的时候，它的民生物资跟它的人才是有储备的，所以说它可以直接去生产出它的一个兵士或其他任何的一些高精尖的工业设备那个你德国它专用的就是那些机械设备嘛，精工设备一手屈一指，那没话讲，德国的工艺很赞没有话讲，就是很赞，很优秀。那贵贵，但是它好对不对？那当然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对，买手艺嘛，那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状况就没办法继续维持下去，因为能源贵，人也贵的时候，那你做出来的东西是没人买的。因为我知道你东西好，但是我不想花10倍的钱去跟你买一样的东西这个是没办法的一个事情。之前老师在网络上看到就一个段子是这样美国一个哈雷机车的一个车主，他要想去买一个零件这个零件呢，他知道这个零件是一个在所很难的什么电子刷，还是一个培林做的一个反正就是一个什么圈很简单一个圈就是一个小零件。这个零件呢，你到一般的零售店去买了，你大概只要5块钱到10块钱美元就可以了，5块到10块美元就有了。那它缺3个，你是不是加起来不到100块美元？这50-60块美元而已，对不对？那他会选择怎么样呢？把这个哈雷的配件拿去哈雷的专卖店它里面有他们的车友里面有所说的哈雷税，对不对？哈雷就是说你原厂卖出来的东西肯定比较贵。但是哈雷它本身是一个生活的模式跟一个处事的态度，所以说呢，这些骑士们很愿意去花钱去买这样所谓的哈雷产品，哈雷税，对不对？没有问题。但是去的时候，别人跟他讲这个东西没有现有的，要帮你调多少钱呢？56块。他算一算呢，我再买地方3到5块钱美元，那加起来3个15块，算多一点30块。那你说你现在3个要56，那是没有问题的，好吧？那就买吧，对不对？哈雷税嘛，我也认同。那店员跟他讲，对不起你得付我165，
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是55块、56块、168吧，160几块，对不对？但是每一个56块，每个63、18、168，没错，所以你就每一个知道多少钱。所以说，他就说一个56，我去旁边零售店去买，我也不过3到5块钱美元，算多点10块钱，3个也不过30块。你一个卖我56，你说3个卖我56，我认了。你一个卖我56，会不会太贵了？对不对？他最后他买了没？没买啊，因为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忍受做这件事情，所以后来还是直接在当地去直接去买一个这事情。所以代表什么呢？代表是说当你的一个工业制成，当你去成本都高这么多的时候，无论是智商税、品牌税还是任何一切，到它都是增加你成本的时候，别人是不会去买账的，因为我可以接受贵一点，但是你不能把我往死里薅，对不对？这所以吃一个东西之外，粮食往死里薅你没办法。就是粮食往死里薅，你没他办法。但是其他部分消费品的部分，我为什么要给你往死里薅？说工业制品就是消费品，消费品我就不要给你往死里薅，你懂老师意思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工业的产能，它工业的一个能源价格飙升，那加上了美国有那个通胀削减法案的虹吸效应，所以说欧洲企业会将它系统性的电池、电机，还有他们的高端钢材的核心的产品移植到海外去生产。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要熔炼，熔炼你就需要大量的电。像我们前两周我们讲到英国的那个炼钢厂一样的意思，你不用电弧，那你就会多花很多钱。用电弧你也得花钱，但是你总比用高炉来的好。因为你的做法是不一样，而且废钢可以再重新使用，但是你用高炉就不行。说这个东西就变成是一个能源上的一个问题。说英国的这个钢材一直亏钱，而欧洲半数汽车零件供应商也会缩减在欧盟本土的生产规模，而且包含他们的化工产业，他们有一个龙头叫做什么巴斯夫他投资100亿欧元，把产能怎么样呢？投资在中国的湛江。化工巨头巴斯夫的是欧洲的化工巨头他这100亿欧元不是在欧洲去找一个地方建厂，他是投资到什么？中国的湛江那边去设厂，100亿欧元。说这个钱会找到出路的，不是你爱不爱你自己国家的问题，是钱都要找出路的。所以说，包含了西欧4大汽车厂他们2025年的产量比2019年还下降25%。为什么？因为仗打来打去，我们撑不住了，能源高涨。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问题，它不是只有当下气温所造成的，我们省点电凉一爽一下，然后呢，能源呢就没那么多需求了，能源价格或什么物价就可以稳定，不是的，它的取得成本就这么高了，所以它运用成本也会很高，所以对它整个来讲呢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所以它是一个恶性循环，能源贵，工业外流，税基减缩，就是欧洲的政府收不到税了，这100亿欧元你投到中国湛江去了。那么产出来，但是中国人赚到嘛，但是不是你欧洲人赚到，就是当然他交本求利，他也会赚，但是基本上你就少了一笔税收。那么欧洲这些人，你要负担高福利政策，你财政是不是更紧？那你是不是就更难去补贴这些产业做能源转型？是不是更难了？那能源也会更贵了。说这个东西就是变成很大的问题，那更别提它对美国的依赖是多层次的，是结构性的，所以说你无论如何你也没有办法去跟它对抗。说未来欧洲怎么去往哪里走呢？其实它只有几个方法可以走，比如说它的产业保护主义局部成功，但是这个东西是比较难的，因为欧洲通过了工业加速法案 IAA， 它要做起了欧洲制造的高墙它去政府采购说优先采购欧盟产品，还有战略领外的审查比如说你的单笔超过一个百分比，比如说1亿欧元吧，那是来自于全球产能占比超过40%的第三国，而你的满足力。你对本土的满足力的持股不到40%，本地用工又小于50%的时候，那么它可能就不采购了。说这个事情能不能成功呢？不能，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的产业保护法案是由政府出钱去采购比较贵的东西，然后来去做基础建设。但是比较贵的东西，你也不代表你就一定能够采购得到，因为它的产业并不在欧洲本地去生产，所以它能不能成功，成功率也是低的。第二个就是说，他能不能去让他自己的一些 IAA， 他就是所谓工业加速法案做改革一下让他自己可以说，透过这个能源的一个改善，能源的取得去做这些分辨，那个也难了。为什么？因为你在改这个所谓的自己的税制跟你的这个工业技术法案的时候，你本身的高福利政策你是没有办法停止的。所以说你的流一直往出去，你要改革的时候，你要先把流止住。但是已经吃惯高福利的欧洲百姓。
你把他的福利止住了，你要他怎么样去服你？那你是还想不想当官的？不行，那是不行的，对不对？所以说他在无论做任何的一个状态，基本上欧洲现在你只能往下迈进，你是基本上很难再回到过去的大欧洲光荣，然后那个是非常难的事情。为什么？还是一件事，电价打不下来，然后电价打不下来，还有就是说你整个全球化市场你没有去拥抱，你想要恢复成自己自产自销，那是有困难的，而且还要受制于美国，所以这就变得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再来就是说，你能不能跟中国进行一些深度的合作？你跟中国进行深度合作，那中国也跟你谈到可以是说对等投资，你投资中国的一些工业设施，中国投资你们的基础建设，那如果能够做到，那才有办法。但是问题是意识形态不能够接受，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欧洲对或不对，这是让他们的状况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政治意识形态没办法接受。那百姓能不能接受，这是百姓的事情，但是当官的不接受，那你也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整个欧洲它会变成什么？就像明朝的那些事儿，对不对？满地的王爷，每一个王爷啊，他都要每一年花了几十万两去养你一个王爷。那么你那几十万个王爷，然后呢，每年给你几十万两，你国家的财政能够支撑住吗？是不是？不要说几十万两，每一个王爷管理几万两，那你有几千个王爷，几万个王爷，那你每一年就花了几百万的白银去养你这些王爷，而且王爷在的地方领地是他的，然后呢，税收收不上来，那么你说明朝会不会就完蛋？明朝犯了错哦，那清朝把它改了。以后就变推恩，就类似汉朝推恩制一样，但是它是变成官阶往下去降一级。那清朝就怕你王爷把国家吃死，所以说全部给你降阶，最后你就变成什么不入八分辅国公啊，你就没有什么政治实力，你也没什么钱可以拿了啊。你是公爷，你是一个祖上是有名的人啊，旗人，但是大部分都穷的这个饭也吃不起。所以说你改掉这些东西之外，但是你后面的东西没有改啊，对不对？你后面的东西也没有改啊。你后面就是那些税收，你变成是说，在雍正之前啊，康熙的时代永不加赋，那也是出了问题啊。所以说很多事情就变成是说，你改了一个之后，又改出另外一个。那你旗人的，而且满清的旗人，虽然人很多，但是他给他很少，但是长期下来你会拖垮你的财政啊。旗人才能当兵啊，那你一些不在籍的，你也给他一些口粮。那么你是不是也是一样，跟明朝的王爷一样，一直把王爷变成旗人，人数更多了，吃的没有更少。而且通货膨胀，他们还得不断的去请命，说人们多发一点，不然旗人过得很辛苦，是不是？所以这个状况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高福利政策就跟旗人是一样的，懂老师意思吗？把满清八旗这些旗人把清朝整个家里都吃空了，哦，事也干不了了，对不对？打仗不行，干事不行，当官不行。欧洲就是这样，因为你高福利政策导致你的百姓都不行了，就是你不工作都有钱，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天下刚打下来，当然没有问题啊。可是天下现在已经打完了，你那些后代子孙怎么办呢？所以说之前二战结束的那些高福利政策，那是老爷跟着什么这个真龙天子从容入关，所以说得了天下，大家开始怎么样呢？大家开始圈地啊，开始发财，是不是？说这个欧洲过了几十年的好日子，高福利政策是越开越高，你整个欧洲是可以支撑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消费，也没那么多的人去分。那现在人分的人多了，怎么办呢？你没办法止住这个水啊！不看法国就知道了，对不对？你延后退休，你看他是不是给你罢工？罢工也不是罢工一两天，罢工几周的时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所以说很多事情啊，是你制度上面的问题，而制度能不能改？不能改，因为有选举，你改了你就选不上，可是不改行不行？不行，不行，怎么办？这个就是无解之题。所以跟日本也是一样啊，跟日本也是一样，跟美国也是一样。美国的差异是它的工业虽然没有，但是它的农业很强，它百姓吃得饱饭，那是很多事情就变得不一样。加上它还有金融的武器，好吗？好，各位有什么问题，我们来进行最后一段。然后我建议统一之后把台湾当成陆的夏威夷，不设行政者，不可能的事情，那个想都不用想啊，不可能的事情，那不是他们的政策，好吧？你建议他们没用，他们不听的，好吧？这不听的。大伙就需要习惯大陆用语啦，很正常啊，那为什么没问题啊？你的用大陆走不对了吗？难道你觉得台湾用语才是真正的世界的中心吗？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就蛮糟糕的，因为本来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讲个英文吧，Long time no see，那不是中翻英吗？Long time no see 中翻英啊，对不对？但是外国人现在有没有用这个？有用这个，那他们是不是自降国格，去用中国中翻英的方法？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那么现在你甚至连很多电影、很多消息都会跟你讲，Let me see。
MACC 是什么东西？让我看看，对不对？这个是不是中文翻过去的？是，包含了 people model people see 这东西听起来很好笑，对不对？人山人海。但是我告诉你，我还真的在戏剧里面看到一些演员讲 people model people see long time no see let me see 是有的。所以说大陆用语或什么用语有什么不对吗？文化就是交流用的，没有什么太大了不起的事情。当你会觉得别人用语很低俗的时候，你要自己检讨一下了，好吗？大陆语被称为第二海军。但是有56个族群，36个人为何不会分裂呢？这个东西你在网络上早都有了，我就不讲了。因为从我们的祖龙皇帝秦始皇、书同言、车同轨，除了那些晋朝那个五胡乱华，还有南北朝这些短暂的一些错误之外，基本上大部分的中华历史都是大一统的王朝，都是大一统王朝。因为毕竟这个是我们祖龙皇帝留下来的文化，国家必须统一，好吗？有本事我们反攻大陆成功嘛，对不对？打不赢了也没办法，是不是？好，好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是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 AI，AI 我们还是要讲一下，不能不讲一下 AI，因为这个东西对我们的生活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不然什么呢？最近各位看到老师一直发的短视频，还会再发了，这当然是好笑了，但是博君一笑，但也是没什么。但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看到中国的 AI。中国 AI 出现了几件大事，第一个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当然就是这个 DeepSeek 啊 ，DeepSeek 它又更新到了 V4 的 Pro，之前是抢先版，过几天就变成正式版啊。这个 DeepSeek 大家一直用什么样的差别呢？DeepSeek 它其实就是 V4 Pro 正式上线在8月13号，就前2天。还有就是说它的 Harness V0.1 开发的预览版也开源了。最重要就是这第3点，它的 API 也会大幅的上架开始说它有一些古风定价，然后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我们先讲它定价，它原来的定价是说你可能原价输出在 Pro 份上了，我们讲 Pro 跟 Flash 不一样 ，Pro 你本来的输出就是给你写出来答案100万个 token， 大概就是100万个那个英文字母，给你收6块钱人民币，6块钱人民币啊，那它的那个现在新的价格是多少呢？27块人民币等于说624 2.5倍，对不对？6.5倍。但是呢，它有分阶段性的。如果你在尖峰时间去用它这样子的 DeepSeek 的话，那你是付27块人民币那如果你是用的是古风水，就是它空闲时段的话，它从6块是涨到13.5%那不一样。那一个涨了尖峰时段涨到350%，那空闲时段呢涨了125%，那就是这样。但是它有所谓的缓存机制，这个缓存机制就是你之前讲过的事情，我不用重新再看了这个对 Anthropic 对 OpenAI 都有，这是缓存机制。缓存机制原来是每100万3块钱，那现在变成9块钱涨价200%，三三得9嘛，3块钱加两个一就是200%，对不对？那缓存命中呢，只要多少钱呢？缓存命中以前是2分5毛人民币，25分啊，25不是2分5，25分就0.025元人民币，那现在就变成3毛。以前是2分半，现在是3毛。3毛的话，就等于是说它要涨了1100%，这个状况涨了6倍以上涨6倍以上，等于说 DeepSeek 是大涨价。为什么大涨价呢？因为它过去的售价基本上就是付它电费而已，好吧？摆明是付它电费而已，基本上它是白薅的 ，DeepSeek 根本是白薅的。很多人不了解 DeepSeek，好像说我一定要 Anthropic， 我一定要 OpenAI， 你傻的呢！当你只用那2个的时候，你他妈你 C 根本做不起来。我都跟各位讲了很多事情，我不喜欢再去当面吐给你，但是我真的吐给很多人，就是说，你一直跟我讲你要 Codex 如何，你要 Cloud Code 如何，但是你这是傻的，你用多少倍的成本去干一样的事情，再跟我讲这些事情呢？就算连矽谷，他们也是40%以上的工作是由 DeepSeek 去完成，用千万去完成，后面的再慢慢把它堆叠上去，能够做到80%，再去用其他的模型把它完成。因为有一个业务，它是很多业务说整个项目一个 project， 它不会只有一个模型可以完成，因为每一个模型它擅长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些适合就用 DeepSeek， 有些适合 OpenAI， 它的特性是不一样的，有些还是要得用豆包都不一样的。所以说你意思说你要 Codex 强的是因为你人傻钱多，你花大钱办小事，但真正的状况之下呢，那是用 DeepSeek 它是可以办很多事情的。它现在涨价的原因就很简单，之前梁文峰本来就是他们 DeepSeek 的老板，他本来是想要做什么呢？本来想让融资招了一些腾讯等等之类的大咖来做融资。但是他跟他讲他们理念的时候，也跟他讲，我们今天在谈的过程之中呢，各位不要往外宣传，好
好吧？我们的自己人知道哦。那别人说啊，你的卡你要买多少钱，花哪里，怎样怎样，他一一跟大家去做说明。结果会后的时候呢，人啊就是贱，对不对？人就是犯贱，就有人把他的会议记录呢往外去公布了。其实各位去现在找都找得到啊，网上都有。所以梁文峰就是一生气啊，全部不跟你谈了。你们想丢钱，老子不要了，老子不要了，他就涨价。涨价是怎么样呢？我要钱，我自己挣，我自己挣。我之前第一次给用电费，我现在我把赚来的钱拿去买自己的设备，我全部我自产自销，你咋地？这是怎么样呢？就变成是说，它就用到了涨价以后，未来 DeepSeek 它就变成另外一种局面了。是什么局面呢？那它涨价之后呢，它不是只有卖电费，它的收入很快就出现了。因为它这个收入啊，你不要看它涨了，比如说1100%啊，或者是350%，或者涨6倍都好。你就算涨6倍了哦，你还是你只有这些外国的 LLM 这些 AI， 它的3折不到，甚至2折，这1折的价格，因为他们的基本上你整个100万的 token 是35块美元，对不对？35块美元，那美元的话你乘以7，就是200多块人民币，100万的 token，200多块人民币换你100万的 token，那它只要27块，你是不是只有你的1折？对，只有你1折。那如果你是空闲时段，那还只有你的0.5折，怎么样都比你便宜。在这个状况之下，DeepSeek还可以赚钱，他就钱都赚到了，他钱赚到了，他就自己去投资华为，自己去投资这些晶片厂商。那么抛定律什么东西呢？就砸钱给你去做。那么他有他的资金去挹注，那发展速度会不会更快？那是会更快的。所以中国的 AI 到这样这个状况来看，无论是 DeepSeek 啊，无论是千问的，无论是那个 Kimi， 他们现在都踩上了一个死亡交叉，跟美国的 AI 踩上了一个死亡交叉。不要说死亡交叉，我们应该说黄金交叉。这个黄金交叉就让大家的起步率就变得一样了。而现在 DeepSeek 除了它涨价可以赚钱之外，它有一个呢叫做 Harness， 也就是什么呢？它自己做开源出来的，你可以直接叫 DeepSeek 设计它自己的技能，就是它特别帮你做什么事情啊，特别帮你去设计一些 skill 或是 agent， 然后这件事情由这个东西派它去专门去做，而不影响你原来在做的一个事情。像我们在做开发的时候，老师做开发的，应该各位没有什么意见。我做开发的时候，我不可能去分很多个视窗去做很多事情，没办法，因为你第一个电脑跑不过来，第二个你看也看不过来。通常我们在做这样子开发的时候，我们会派 agent 出去，也就是说，我跟你讲，你派一个 agent 去用这个 API 去完成另外一件事情，回来好了之后再跟我报告。所以说，假设你做电商的，你就可以让他去派一个 agent 出去，然后去收集你的竞争对手他自己本身的报价，甚至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资讯啊，让你把它收集回来，然后写成一个报告给你。懂老师意思吗？说 agent 的像我在这里，它是可以派出去做你指定重复性的，而且搜寻性的，不是什么高技术性的事情来去做。甚至你派个 agent 就帮你统计你今年所有的财务报表里面的进销存，还有什么要注意的，你只要写给他一个代办事项 ，agent 就帮你去做。过去这个东西呢，我们常见的是在什么？在 Open Cloud 就是龙虾。那现在你在 DeepSeek 它就把自己做成了一个 Harness， 就是说呢，你可以自己去开发你所需要的 agent 跟你所需要的 skill 就是技能啊，这个技能专门帮你做剪辑，这个技能专门帮你做统计，这个技能帮你做其他任何的一个事情。技能跟 agent 一个是派出去他去做这些事的人，这个人本身有没有这个技术，就是 skill， 就他你的一个技能在。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变成是说，中国它现在的 AI 不但给你低价，而且我还给你低价的机甲。也就是说呢，现在的 DeepSeek 它要给它自己上了一个手脚。当你 AI 有了手脚之后呢，它就不是一个大语言模型了，而是呢，它透过这个语言来去进行它可以做的业务。也就是说，让这个智慧产生了手跟脚。过去我们看到龙虾，就是说啊，你交个想法给他，他就帮你做这些事情，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龙虾它本身也是一个机甲，一个机器人。那么它用的是谁？用别人的模型来放他脑子里面，然后就帮你做事情。但是这个东西属于第三方，因为脑子是别人的，身体是自己的。但是DeepSeek做出来之后，他的脑袋是自己的，身体也是自己的，一体化能够做出来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恐怖。而这个事情在美国上面，他们也发现说，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AI 如果让你有了这些自主的能力的时候，会对整个世界造成很大的影响。有没有？美国那边也是发现了。为什么？因为当他们做这些医学实验的时候，他们发现到一件事情，这个 AI 拉去做这方面的医学实验，它甚至 AI 哦，我现在讲 AI 哦，不说哪一家，好不好
AI 自己培养出来的噬菌体，就是吃那个细菌的噬菌体，培养出一个新的噬菌体，也就是 AI 它现在不是只有研发 AI，它甚至可以研发出来合成一个生物出来，而细菌也是生物嘛，对不对？它就研发一个细菌出来，你懂我意思吗？这是抗生素它研发出来，所以这里面就变成是什么了？AI 它不是只有会发展，而是发展状况之下，人类能不能控制它？所以未来的美国，它在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就产生另外一派会去进行，是什么呢？就是你不但你要限制你的 AI 发展，而且还要审查，还要分类，还有很多很多的监管机制，会让这个 AI 发展速度会变慢。但是对中国而言，它本身这个大模型在写的时候，对不起，因为中国的政治局势特殊，所以说一开始他写这个大模型的时候，他已经把限制写在里面了。对，你比如说你一些政治问题啊，或者是一些人道问题也是不行的。比如说我们讲个很简单的啊，比如说 Open Cloud 啊，不要说 Open Cloud，我就说那个 Anthropic 它的一个 Cloud，它这个 Cloud 它这个 AI 哦，你叫他去说啊，我想画一个国小女童穿着校服很开心在路上跑的事情，或者穿个泳衣要去游泳的事情，很开心的事情，它是不行的，因为它有未成年保护法。对不对？你不能去讲未成年的一个事情啊，这是不是对的？是对的，没有错，这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它有这些保护层面的在。那如果你要去做 OpenAI 去生成啊，川普啊在那边跳小丑舞，这行不行？这个不行，做不出来，有政治的审查，所以有限制的是在大模型在写的时候就有限制住了。但是问题就是在于是说，当这些模型，当你自己下载回来，你想办法把它解除之后，然后你自己去做研发去开源的时候，那么它这个里面的问题就会变得比较大。所以说呢，现在我们要进入的不是说你有没有家里有没有用过 AI 这件事情，而是 AI 将会很快速的渗透到我们生活里面，甚至我们以后吃的药，还有动的手术或任何一切，可能都是由 AI 去完成的。所以何其有幸，到我老的时候，我哪一天我傻了，或者我这行动不良了，我可能第一个有机械机甲让我可以至少运作，是不是？要是别人伺候我，可能也是机器人看护，就不会有人当看护了。所以很多事情啊，时代在变，我们要去注意到 AI 现在你有没有去让它成为你的帮手，不是把它当成 Siri，不是把它当成 Google，然后去问它，然后你就知道这件事情而已。你要懂得去运用它，去使用它，因为现在的 AI 它已经长出来的手脚，不是只会画图给你看，也不是只跟你聊天来跟你讲。我跟你讲个最直接的、不绕弯子的、最坦白的一个说法，不是的。它有手脚之后，那么你要怎么跟它协调？而在它长出手脚完成之前，你可不可以让它长成你所需要的手脚？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个准备，你未来会被它淘汰，好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吗？不好意思，跟大家多讲了10分钟的时间哈，不好意思哈。哦，感谢曲老师啊，感谢曲老师赞助哦，感谢曲老师赞助，还有感谢曲老师赞助哈。然后那个我们今天的状况哦，是个看看啊，个数是不可能分裂的体质，官僚体质也明显强大的容纳性跟发展性啊，还是这样，主龙皇帝嘛，主龙皇帝就是大家天下一统嘛，这是真的，好吗？好，最后我们还是要讲一下我们香港忏罪的法会哈，那个报名最后抓紧时间了，好吧？我们24号就要收官了啊，现在已经16号了，好吧？8天之后我们就要收官了啊。今年我发现一件事情，因为我老师每天在做功课啊，帮各位去持咒啊，做一些仪轨。其实我有一件事蛮欣慰的哈，不是报名人多了，我蛮欣慰就是说，也有一些过去的这些冤亲债主啊，那今年没有出现，因为没有布置那个在那个另外一个世界会场，我们去年这个前很几年累积下来，有蛮大一部分，不是说蛮大一部分的，就是说有一部分的冤亲债主啊，今年没有出现的，没有出现的这两个原因，要么他不愿意再来，但是呢，目前看起来是他已经转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我也觉得是蛮欣慰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活动我们办了已经六七年了，是不是？有减少冤亲债主啊，我觉得是件好事，因为至少不用再去勾勾敌了嘛，这个是件好事，好吗？哦，好，那么最后我们感谢各位今天收看，下周我们继续更新明年的12生肖运势，还有就是说我们的9月的一个流月总论啊，看了是不是要加更啊，我们再进行准备，好吗？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嘿，结束了，拜拜。